哎，朋友們，今天我們來聊 SAM。就在幾天前，11月19號 ，Meta 又放了個大招，叫 SAM 3。你們可能會說 SAM 是啥？聽起來像個人名，對吧？其實不是，它是 Segment Anything Model 的縮寫，翻譯過來就是分割一切模型。你可能會問，分割什麼？簡單說就是讓 AI 看一張圖或者一段視頻，然後精準地把裡面的東西一個個摳出來。就像你用美圖秀秀摳圖，但是比那高級10000倍，而且快得離譜。先給大家簡單回顧一下這個系列的歷史。2023年4月 ，Meta 發布了 SAM 1，當時業界就炸了，因為它能讓你點一下圖片上的任何物體，砰就給你摳出來了。2024年7月 ，SAM 2來了，把這個能力從圖片擴展到了視頻，能跨帧追蹤物體。那現在 SAM 3呢？這次他學會說人話了，不對，是聽懂人話了。這是什麼意思呢？以前你用 SAM 1或者 SAM 2，你得點啊、框啊，手動告訴他你要分割哪個東西。但是 SAM 3不一樣了，你現在可以直接輸入文字，比如說黃色校車，它就能把視頻裡所有的黃色校車全部找出來，分割出來，追蹤起來。再比如你說穿紅衣服但沒有戴帽子的人，他也能理解。這個能力叫做可提示概念分割，英文是 Promptable Concept Segmentation， 听起來很学術，對吧？其實核心思想很簡單，讓 AI 從你指哪我打哪升級到你說啥我就懂啥。我跟你們講啊，這背後的技術含量真的不低。SAM 3有一個 8.48 億參數的模型，融合了好幾個關鍵組件。首先是編碼器，用的是 Meta 自己的 Perception Encoder， 負責理解圖像和文字。然後是檢測器，基於一個叫 D 區的經典架構，這是用 Transformer 做目標檢測的開山之作。最後是追蹤器，沿用了 SAM 2的記憶庫設計，能在視頻裡跨幀追蹤物體。關鍵是這3個部分被統一在了一個模型裡。以前你要實現類似的功能，可能得把好幾個不同的模型串起來用，現在一個 SAM 3就搞定了。那性能怎麼樣呢？ Meta 搞了一個新的測試基準，叫 SAT-CO， 裡面有27萬個獨特的概念，比以前的測試集豐富了50倍。在這個基準上 ，SAM 3的表現比現有最好的系統提升了大約2倍，而且速度也快，在 H200 GPU 上處理一張有100多個物體的圖片只要30毫秒。這是什麼概念？就是你眨眼的功夫，它能處理好幾十張圖。除了 SAM 3 ，Meta 這次還同時發布了 SAM 3D。這是做什麼的呢？它能從一張 2D 照片生成 3D 模型。你拍一張桌子的照片，它就能重建出這張桌子的 3D 形態，帶紋理、帶材質。這個技術已經用在了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叫 View in Room 功能。你在網上看到一個沙發，想知道放在你客廳裡是什麼效果，用這個功能就能預覽。其實 Meta 這次的策略很清晰，他們不光發布了研究論文，還直接把技術落地到了產品裡。Instagram 有個視頻編輯應用叫 Edits， 之前用的是 SAM 2做摳圖追蹤功能，上線第一天就被用了幾十萬次。現在 SAM 3要來接班了，以後創作者可以直接輸入給所有穿藍色球衣的球員加個發光效果，一鍵搞定。而且這些模型都開源了。模型权重、訓練代碼、評估數據集全部公開。Meta 還跟 RoboFlow 合作，讓開發者可以自己微調模型。這是什麼打法？就是用開源生態來擴大影響力，讓整個行業都圍着你的標準轉。當然了，這個領域的討論也很有意思。我看了一些網上的評論，有人在學術界那邊吐槽說，這玩意兒不就是指代分割嗎？這個概念學術界早就有了，叫 Referring Segmentation， 已經研究了好幾年了。還有人說 Meta 只是在追趕開源社區的腳步，因為社區裡早就有人把檢測模型和大語言模型組合起來，實現了類似的功能。但是你得承認 Meta 的做法還是不一樣的。第一，它把這些能力統一在一個端到端的模型裡，而不是拼湊幾個工具。第二，它的數據規模是碾壓級的400萬個獨特概念的標注數據，這不是一般團隊能搞出來的。第三，它直接落地到了幾億人用的產品裡，这個商業化速度也是沒誰了。SAM 3也有局限性，比如它對一些專業領域的概念還是不太行，像醫學圖像裡的血小板，它的零樣本泛化能力就比較弱。
另外，它不太能理解特別長、特別複雜的文本指令，比如從右邊數第2個書架上的第3本書，這種需要推理的描述，它還搞不定。但 Meta 說，如果把 SAM3 和大語言模型配合使用，就能處理這類複雜查詢了。好，技術說完了，我們來聊點更大的東西。你有沒有想過這意味着什麼？以前創作者、剪輯師他們最痛苦的工作之一就是摳圖、做遮罩、逐幀追蹤。一個10秒的鏡頭可能要花幾個小時手動處理，現在呢，打幾個字就行了。這是一種能力的民主化。以前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做的事情，現在普通人也能做了。這聽起來很美好，對吧？但我忍不住想問一個問題：當每個人都能輕鬆做到專業級別的視頻編輯時，專業還有什麼意義？ Meta 把這個技術塞進了他們的整個產品矩陣 Instagram、Facebook Marketplace、Meta AI。他們的野心很明顯，讓你的每一次創作、每一次購物、每一次互動都離不開他們的 AI。這是一個關於入口和控制的遊戲，而且你仔細看看這個商業模式 ，Sam 3D 可以讓你在買東西之前先預覽放在家裡的效果。這不是在幫你做更好的購物決策，這是在讓購物這件事變得更順滑、更沒有摩擦、更讓你想不起來說不。所以我在想，技術進步當然是好的，能理解人話的 AI， 能從照片變出 3D 模型的 AI， 這些都很厲害。但問題是，這些厲害的東西最終是為誰服務的？是為了讓創作者更自由，還是為了讓平台更有粘性？是為了讓你看得更清楚，還是為了讓你買得更痛快？有時候我覺得科技公司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把一種控制包裝成一種賦能。他們說我們讓你能做更多，但他們沒說的是你做的更多，我們收集的數據也更多。SAM3 確實是一個技術里程碑。從分割一切到理解萬物這一步跨得很大，但或許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不是 AI 能看懂什麼，而是 AI 看懂了之後要拿我們怎麼辦。好了，今天就聊到這兒，各位下期再見。